在喧嚣的北京，有一位40岁的女子，依旧相信爱情会像童话一样降临。她爱 Hello Kitty， 爱粉色，爱那个骑着白马，踏着七彩祥云来接她的王子。可现实却给了她3年网暴，一场场相亲挫败和无数句你都多大了，还想什么白马王子。她的故事像一面镜子，照出了我们这个时代对女性年龄的残酷，也照出了那些依然敢于渴望爱情的女孩子最柔软的坚持。她叫董佳琪，是个天生的北京大妞，1986年出生，身高172厘米，皮肤白皙，来自书香世家。她性格热情爽朗，能量满满。她的微信头像永远是 Hello Kitty， 家里摆着上千件粉色小物，手机壳上贴满桃花。她说她特别希望有一个人骑着白马，踏着七彩祥云过来跟她说，我来接你了，你就是我余生的老婆。说这话时，她轻轻摆动手臂，像小女孩一样，眼睛亮晶晶。从小看蓝色生死恋、流星花园，她相信爱情就该无我无私，充分信任。她30岁才谈第一段恋爱，37岁又谈了一段，却都因为不合适而结束。她承认自己有点恋爱脑，一谈恋爱就满心满眼都是对方，甚至会忍不住翻男友手机。可她从不觉得这份纯粹有什么错，她认为爱情就是要有点信念的。38岁这年，董佳琪参加了一场1对多相亲活动，男方要求1000万验资，女方却要面试。她满怀期待去了，却被相亲老师一句你年龄大了，怕被冷落打发走。随后婚介所向她推销28888元的会员，承诺每周推送1位男嘉宾。她苦笑着离开。3年过去了，她才发现年龄仍是女性结婚的最大障碍。相亲时，她遇到过各种奇葩遭遇，有人看中她的北京户口，有人嫌她太高太强势，还有人直白说男性不可能不考虑生育年龄结果。她一次次被现实教育，30岁后，女性的一切优点好像都被年龄一笔勾销。她不恨，只是觉得荒诞。明明她性格开朗，皮肤白皙，愿意相夫教子，为什么只因为数字就被判了痴心妄想？2022年，董佳琪参加纪录片《恋爱》，真实展现了自己对爱情的憧憬。谁知节目播出以后，她迎来了长达3年的网暴。有人骂她快更年期了还想白马王子，有人说她长得老，想得美，甚至攻击她的父母，把她宠坏了。她曾焦虑到睡不着，也曾在直播间和网友对骂，可后来发现拉黑骂回去自己并不会开心。她曾回复过一句经典的话，对方私信骂她等来的可能是隔壁胡同的老头。她淡定回复，你口才这么好，你去说脱口秀吧。3年过去，她学会了把这些恶意关在门外，继续做那个相信爱情的董佳琪。董佳琪的童话来自父母和姥姥姥爷。父母60多岁了，出门还十指紧扣。姥姥住院时，80多岁的姥爷坚持每晚睡在病床边，握着她的手。姥姥走后，姥爷很快也离世。这样的家庭让她坚信爱情可以相伴一生。父母从不溺爱她，小学毕业就送她去加拿大独自坐公交上学。她哭着找路，半年后英语口语突飞猛进。妈妈担心她被骗被家暴，却从不逼她降低标准。朋友劝她何必结婚，一个人多好，她却说结婚不是每个人的必选项，但它是她的必选项。她想要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家，厨房有烟火气，家里有孩子笑声，有人下班回家喊一声我回来了。前不久，导演好友董雪莹为她介绍了一位邻居男生，可惜价值观不合又告吹，但董雪莹自己却在相亲100多次后，
遇到了不在乎年龄，把人放在第一位的丈夫。董佳琪听了很开心，也更坚定了自己的等待。她微调了择偶标准，把人品和性格放第一位，顺眼排后面。她去月老店抽了一支上上签，不得呼亲，不可以为人，不顺呼亲，不可以为子。月老说，珍惜亲情，好姻缘自然来。她相信属于她的那个人正在路上。40岁又怎样？童话从来不设年龄限制。董佳琪的经历告诉我们，敢在40岁大声说我想结婚，我想被爱，这本身就是一种胜利。那些嘲笑她的人，或许只是害怕自己，也不敢再相信爱情，可她愿意继续做那个粉粉嫩嫩、眼睛亮晶晶的女孩，继续等她的白马王子。愿每位追梦女性都能等到属于自己的那片七彩祥云，开启幸福新章。